如果現在還有人一直在跟你說 LangChain， 那你一定覺得它落伍了。但你知道嗎？现在 LangGraph、Groove AI 這些框架其實也已經過時了。在硅谷這邊最前沿的 AI 公司都已經不用 LangGraph、Groove AI 這些框架了。當然，目前 LangGraph 用的公司還是有一些的，只不過行業內大家會有點鄙視你在用 LangGraph， 因為總體的共識是大家覺得 LangGraph 這東西沒前途，已經越來越暴露出很多弊端，已經有點過時了。那為什麼 LangGraph 已經越来越不香了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它太複雜了，就是它這個框架搞得有點底層，就是把一個什麼節點、一個狀態流轉，然後不同 agent 之間也要通過狀態交接，它這個設計還是搞得有點太複雜，上手起來也不方便，不好用。尤其是你有很多個 agent 的時候，就更不好用。要維護不同 agent 之間他們相互協作的一些狀態的一些同步，解決一些衝突什麼的，用 LangGraph 會把事情搞得非常複雜。那實際在應用場景當中，就是我們實際企業落地的那些場景裡面，80%以上就最簡單的一個狀態流轉的圖就可以了，就用簡單的這種条件判斷 if else 就能解決的。這種根本其實不需要通過圖這樣狀態機這樣的設計去解決這個問題的。就你會發現 LangGraph 是有點過度設計了。那複雜為什麼會大家覺得不好用，想拋棄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調試起來很不方便。雖然我們可以用 Langsmith 之類的這種調試的一些狀態工具，但如果你有多個 agent 的話，它其實整個東西還是會搞得非常混亂，非常難調試的。那當然，其實 LangGraph 太複雜、太過度設計這些問題，也不是說什麼特別致命的問題。其實大家之所以覺得它不好用了，是因為有更好的選擇。比如說，現在大家喜歡用一些輕量級的框架，像 Pydantic AI 這種，它就用簡單的這種 Python 的邏輯控制流，什麼 if else 這種判斷，比較符合直覺，比較簡單一些。像 PyAI 的話，它解決的是最主要的一個類型檢查。數據校驗，這個是對控制大模型的輸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這種輕量級的一些功能、一些框架就夠了。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這些 OpenAI 的 SDK、Anthropic 這些 Cloud SDK 都已經變得越來越好用了，所以你基本上你只要直接用它的 SDK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根本不需要上 LangGraph，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我們再說 Groove AI，Groove AI 之前也稍微火過一段時間。它是 demo 的時候，感覺很快你就能搭出一個 demo， 特別簡單，特別容易上手。它理解起来也很簡单，就是不同的 agent 有不同的角色，然後他們之間互相協作，就這個概念很簡單，寫起代碼來非常簡單。如果你想快速的跑通一些東西，用 Groove AI 是可以的，但是生產環境中你用 Groove AI 的話，會遇到很多坑，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太黑盒了，就封裝的太多。有時候比如說你會碰到一些它两个 agent 互相之間的交流停不下來，或者說甚至開始閒聊，我們要對這些 agent 做一些控制就比較困難。它早期 Groove AI 是基於 LangChain 做的，就是底層的依賴是很重的。現在 Groove AI 也拋棄了 LangChain， 它用主要就是 Python 的 Pydantic 自己做的編排引擎。不過其實你覺得實際生產環境中其實沒必要用它的東西，就因為它還是在這個 Pydantic 上面封裝了一層，搞得比較複雜。你不如直接用 SDK 或者說用 Pydantic AI， 我們自己會更好控制一點。其他一些比較老的，像 Microsoft AutoGen 這種，就基本上只是學術界那些學校裡面用的，工業落地應該基本上沒有人用 AutoGen。它是用多個 agent 互相對話，然後解決問題，比較適合那種研究的場景，然後去激發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後去解決一些開放性的問題。在實際工業中，應該是 AutoGen 是會非常不好用的，就沒有那種業務流的比較好的控制。那我們說 LangChain、Graph、AI、AutoGen 都是沒人用了，現在都不太流行了。LangGraph 當然還有人用，但是也是你用了會被人家嘲笑那種。那大家實際在用什麼？一個就是比較前沿的一些自稱自己是 AI native 的這些比較新潮的公司，基本上都在用 OpenAI、Anthropic 他們原生的 SDK。
因為 SDK 现在2026年已经越来越强了，所以很多你要的功能 SDK 里都有。你直接用 SDK， 你可以有更多的控制，你整个系统你可以在上面，比如说写很多 log， 你可以对它的监控可以做得非常的细腻度，非常的透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调试你的代码。就系統的透明度、高可用都比較容易做，就用一些傳統軟件工程的方法去做。因為沒有複雜的框架，它的性能也可以做得比較好，你可以自己優化自己的性能，也可以做到真正精細化的這些狀態管理、記憶管理。這種是屬於開發能力比較強的 AI native 的公司會這樣選擇。第二種是也很多比較務實的公司會選擇，就是用 Pydantic AI 這樣的輕量級的框架，它基本上只提供了一些這種數據校驗、一些數據的定義，保證數據結構的正確性，其他的它也不給你額外的一些太多的功能，你可以就把它當成一個對大模型輸出進行一個數據校驗的一個工具，它也是非常簡單、非常好用，比較原生 Python 做的比較好的。其他還有一些特殊的應用場景，比如說是非常依賴於 RAG 的，他們可能會用 LLM Index 這種框架，是專門面向於 RAG 的。不過這種場景其實也並不是特別多。那現在目前的情況是這樣子的，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話，還有兩個趨勢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是 long running 的 agent 現在正在崛起，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場景需要這種長時間運行的解決複雜任務的 agent， 就是長程 agent， 就是 long running。目前絕大部分系統可能還是相當於同步響應，但已經有很多公司會在做這種可以在後台默默的跑幾個小時、幾天，自己規劃、自己去拆解任務，一步一步完成，然後在關鍵節點再把人叫過來審批的這種長程的 agent。Long running 的 agent 呢，開發起來會比較複雜，目前還沒有太多的框架可以選擇。像 LangChain 公司最近前段時間開源的 Deep Agent 可以是一個參考吧。第二個發展趨勢是像 Claude 跟 OpenAI 都推出了這種 Managed Agent， 大家應該看到新聞了，它其實是非常顛覆性的。我們以前做 agent， 我們需要把很多我們的控制邏輯自己去寫，但是如果以後我們放在 Claude Managed Agent 或者說 OpenAI 的這個 Managed Agent 的平台上面，那我們只需要告訴他這個 agent 它是什麼樣的人設，它解決什麼問題，它當前的目標是什麼，它有哪些工具、哪些技能，就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放上去。具體 agent 怎麼運行、怎麼管理、怎麼編排，這些全部都由這個平台來幫你解決。這個算是一種降維打擊吧，相當於 AI engineer 這個工作都不太需要了，你就把自己定位成一個類似於產品經理的一個角色，然後把你要解決什麼問題，把你有哪些東西全部放上去，由平台來幫你去管。這個東西是最新出來的，目前大家實際在用的還不會很多，但是是一個未來發展的趨勢。所以我最近這一兩個月來看到 AI 方面這些發展的變化，我覺得 AI engineer 這個職業本身也沒有太大的前途，因為它跟我們傳統的一些後端軟件工程師也沒有太大的差別了，它的差異化已經越來越在縮小。就像我們看到就是 managed agent 的這種形態，就是平台來幫你去做很多這種 harness 的事情，去做 agent 管理的事情。大家很多公司也是用輕量級的這些 SDK 框架，就是把 AI 當成複雜系統中的一個小部分，剩下的比如說90%以上可能還是傳統的軟件工程，一些高可用、並發、權限控制。所以又回歸到就是我們用傳統軟件工程的方法來約束 AI， 所以說目前的發展就是越來越回歸到經典的軟件工程了。做 AI 工程師的話，技術護城河也真的不深。AI 時代大家都是容易被替代的，這是我最近的一個想法吧。在 AI 時代，如果要讓自己更有競爭力，可能還是要提升自己在產品方面的能力，還有測試方面的能力。因為技術本身的護城河現在越來越淺了，通過跟 AI 學習能學到太多東西，所以這個護城河真的不是很深。對於像我們這樣的老程序員來說，如果一個比較年輕的工程師，他是非常有拼勁、非常肯學的，其實他通過 AI 也很容易掌握我們十幾年來積累的經驗，所以這個技術壁壘真的被打下來很多。這些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吧。那不知道你對 agent 的
框架和 agent 的開發還有什麼觀察和見解，歡迎你在評論區下方留言，我們一起來討論。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請幫忙點個讚。我們下期再見，拜拜。